这小子嘴还挺硬啊！你家的那堆货到底在哪儿？赶紧告诉我们！何人至此？佛徒杨传开，特来拜访。杨大人，有失远迎。求大师为犬子度化。大人此话何意啊？大人莫慌，不妨赐那一句，请。啊。不知大人深夜到此，敝寺没有招待，只有这镂茶一盏。大师不必客气，深夜至此，实在是在下大少。大人，粗茶尽管饮用，但在敝寺佛眼之内，大人这酒水还是收起来吧。罪
罪过。阿弥陀佛，弟子今日一时悲痛，才合得这副彩相，犹如佛灵，请大师见谅。刚才大人所说，要老僧为令郎度化，老僧未明其深意，不知大人可否明示啊？实不相瞒，犬子此时命丧幽冥，他的首级正被挂在桥头上示众。大人，令郎犯何罪孽，以致招致如此杀身祸事啊？我不知道，我那不成器的儿子嗜赌成性，早被我赶出了家门。可今早于桥前，当朝奉行御史鸣鼓示众，说是要将一名重犯休手。我身为本县总捕，便带人去看。当朝重犯，我来也。作奸犯科，已于昨日自首伏法，按律当斩。千万别犯事儿。现今枭首示众，以儆效尤。这个来源参与那个朝廷的众多惨。说这个啊，感觉是我们应该这斩首示众。我是这么样，我操！他这个是，大人，那罪犯我来也，竟然是令郎。大师谬矣。犬子自幼体弱多病，不学无术，虽然也爱舞刀弄棒，但我听闻，那我来也乃朝廷重犯，曾血刃神机营诸多命官。犬子哪有这等神通啊？莫不是奉行大人们抓错了人？恕我不知，但我老眼尚存，不会看错。那桥头上的确挂的是犬子的首级呀！这个下场，怪我一时悲痛，不知如何是好，亦不敢跟奉行打听，免得多生事端。我越想越苦恼，叹悲而后至此，大师见谅。但是为犬子度化，请起，请起。既如此，大人所托，老僧定当竭尽全力。可老僧听来甚为奇怪，令郎既不是重犯，为何遭此一劫呀？难道大人就没有想过？我若知道，定不会有如此之痛。忆起往昔，倒是有一件事令弟子不解。哦，老僧愿闻其详。
那是7日之前的事。那日我在衙内正在办理公事，突然有领班者行事来报。报，大人。何事如此惊慌？大人，这雷家家丁来报，有人于雷家操办的酒肆中滋扰事端，还望大人相助。此事当真？禀大人，千真万确，那人极其雄壮，来我家酒肆胡闹，连伤数人，请大人替我家伸冤呐！你家雷震大人也有此等冤屈？像你们雷家一行，欺行霸市，自立山头，满县妇孺人尽皆知，还有谁敢欺负你们？如今呐，可是天道开眼，也轮到你们遭殃了吗？啊？大人，此乃公事，还望大人看一眼为妙。到了一家酒肆一看，果然如探报所说一般，有个独眼怪人在那儿，看上去是个行脚僧的模样。这位壮士，在下乃灵鹿县总捕，不知壮士因何事伤人？杨大人，听说雷大人的酒肆有人滋事，特来相看。大人果然英勇啊，竟能将其制服。我看大人就将此人留下，交由雷某来处理吧。慢着，我看就不必了。在下要缉拿此人回去。杨大人，此人毁我家场，打伤我属下，我定要将其捉拿问罪。杨大人，莫不是故意与雷某为难呢？雷大人说笑了，这满县还有谁敢与雷大人为难？再说你雷家既非官府，亦非山寨，不可滥用私刑。我今将此人带回去，自有判断。那敢问大人，此人按律该当何罪啊？滋事伤人者，羁押半月，每日半百杀威棒伺候。雷大人，你非官府中人，又何必多问呢？啊？羁押半月，是否太轻了些呀？杨大人，莫不是想要徇私呀？法理有度，在下自当以本县之典律来判断。雷大人，你就无需费心了。说到徇私，还有谁能比得过你雷大人呢？啊？带走。于是，我便将那人带回去，打算连日审问。不想，那怪人口风甚严，一语不发。堂下恶徒，实在问你姓名，因何不答？现如今身处官堂，还不报上名来？
你若拒不作答，那明日可就半拜杀威棒伺候。无论我怎么审问，此人如同哑巴一般，半个字不曾吐露。我看他并非本地人士，暂不想立刻为难于他，遂先将其押入大牢。快走！进去。一连几天，这个独眼的怪客都一言不发，好像真的是个哑巴一样。他每日摆着杀威棒，还要与人好勇斗狠，而先前那一众恶人，竟不敢与他近身。而这怪人后来每晚必与人对赌。我有心去看，发现此人嗜赌不浅。
双猴牌，今天我要跟阁下一次赌个输赢。红猴。 队长，问你，看你们是对是错。 看来今天我跟阁下打了个平手啊！按最初之律法，未及几日，这怪人半月的牢狱之限便也到了。阁下，好清闲呐！阁下从今日起，便是自由之身，可早离本县。多谢大人关照，这半月来，承蒙大人照顾了。阁下终于肯开口了，真是荣幸。不过阁下真是了得人物，能一人独抗雷家诸多恶徒，在下佩服。阁下自可离去，但若是再有作奸犯科，我便无从相助。我看大人常有不悦之色，难道有什么心事吗？阁下明察，我原是押言官，人微言轻，后来此玲珑县为刑事总部，一介小吏，奈何这县多如河沙不法之徒啊！差官不足以养家，我现今膝下有一幼子，同阁下一样嗜赌成性。可惜没有阁下这般了得的运气，我自己倒是有些买卖可做，也算是惨淡经营吧。
这儿有些零散财资，你拿去用。阁下非等闲之人，还望你再无忧虑。我送走了那怪人，便没再多去留意其他用部，因为就在那日稍晚，我意外得知了一件让我杨家毗邻绝境之事。我曾倾尽家中所有本钱，去买了一批货，意图周转窘境。不想那日得知，货在山路途中被人所劫，然后便不知所踪。也就是说，我那晚欠下了一笔巨资。儿子不成器，为官亦不能让恶徒伏法，本钱被劫，无处可寻，如大海捞针。如此境遇，令我实难承受。我坐卧不定，觉得这玲珑宝县不过100里之地，却仿佛没了我容身的地方。3日后的一晚，我夫人提早入寝，而我则辗转难眠。思来想去，我想到，不如辞官回乡，我带着家人一走了之，以后便不再回这玲珑县。大概半个时辰后，我睡意渐浓，正要入寝，忽然听到院子里好像有动静。于是，我提着灯笼出去看，想不到外面竟有2个人在那里酣斗。我未曾想到，其中一人竟是那独眼怪人。大人，冒昧打扰。是你？你怎么还没离开此地啊？这些钱财，有人取之于民，而如今用之于大人。大人拿去用吧。你这是？我问那怪人，此行意欲何为？他也不答。然后，他便离去。告辞了。杨大人说及此事，与令郎有何毗连？那怪人留下的钱财，来路不明，我不敢接受。可我家的钱财又刚被劫走，我一时不忍，为了应急，便动了这笔钱财。事后，我想找到那怪人，凑钱还给他。这事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甚至是我夫人。后来，我也就再也没有见到那个怪人了。更令我隐忧的是，先前逃走那个黑衣人，一举一动正如犬子一般。此事说来也真巧，我不知道那个独眼怪人如何得知我有燃眉之计，可今日我却又得知犬子被当作重犯销售，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求大师为犬子度化。请起，请起。杨大人不必难过，且。老僧以为，杨大人所见怪事，不足为怪。大师，何出此言呢？不瞒大人，老僧昨夜就在此陋室，也见到一个怪人，来求老僧为一人度化。此人独眼灰袍，同大人所见之人如出一辙。老僧现在想来，想必是同一人吧。这么说，昨日那个怪人见过大师了？不错。昨日也是这般时分。老僧如往常一样，送走了些许香火客人。正待回房入睡之时，那怪人便突然来了。恳请大师留步。敢问这位英雄，深夜悄然而至，可曾见过我佛真面目？佩服，大师坐怀不乱，法缘深厚，令在下深信此行没有找错人。在下今日喝了些酒，有入佛堂，还望佛爷见谅。哪里？老僧见英雄深夜而至，甚为惊讶。请坐。多谢。请问英雄因何而来？英雄不敢当。在下今番前来，是求大师为在下的一个朋友诵经度化。哦，你的友人遭了什么罪孽？我这朋友，他还没死。英雄说笑了。度化
可助人通过6道轮回而再生。既然您朋友人未有恙，老僧如何能为其诵经超度啊？大师有所不知，我这朋友虽然没死，但过了今晚，他便免不了在那断头台上挨一刀了。英雄可否说得更加明确啊？此事若要提起，那便是半个月前，我本是居无定所的山间财宝，半月前来到贵地云南保县，在雷家的酒肆里寻乐。雷家的酒馆里非常热闹，好多人聚在一起赌钱。豹子，出杀！来，继续压，继续压，压！好，来，闪开！我来。你来？你有钱吗你？就是没钱还过来赌。看他那样就是没钱的货，对吧？我要斗单双。好啊，你是要斗单还是要斗双啊？我都要单。好。兄台，你可确定了？在咱们这头中里，可是单多双少啊！单开无妨，何必废话？好，那就开。在下这里刚好是2个双数，而阁下那里却是1单1双，看来阁下今天的运气极其不好啊！这钱我也就收下了。兄台，你久居名利场，算路绵长，在下可真是佩服啊！骰子之内，阁下怕是做了手脚吧？走啊！快跑啊！快走啊！哎呀！那天我喝了酒，酒力上瘾，便轻易将雷家众人打败。退去之时，县里的刑事赶来，将我捉了回去。我被带回了县衙，当即审问。而我酒醒之后，不愿多说什么，也无意与那总捕杨大人为难。杨大人虽将我羁押半月，那是牢里有一众恶徒。人都说大牢是修罗之场，进去就要遭罪。可在我看来，这些恶徒不过都是些土鸡娃犬罢了，根本不足挂齿。当时那每日半百的杀威棒，让我疼得非常厉害。半月后，杨大人便秉公将我放了。我见这位大人为人倒是清廉，眉宇间多有忧愁，而极少面露傲色，不禁对他有些钦佩。杨大人还送了我少许钱资，嘱咐我早日离去，日后不可再生事端。
但我并未如他所言即刻离去，而是在当夜潜入他家。我想再与他少叙几句，做个道别。但万不曾想，我这去而复回，却偶然听见杨家一件不幸之大事。遇上这种事儿，都是我们所不能预料的。我借了许多本钱，置办了这些物品，如今被劫，怕是一时还不上了。那要不再找找看？还找什么找？我看这都是大海捞针。你在此地做总捕也有些年头了，外面难免得罪些人。这个无妨。我在想，我们那孩子。你别跟我提他。若是他在，他赌博输的那些也够本了。这逆子不足挂齿。可，那毕竟是我们的孩子。我想还是找他回来为妙。命数如此，那还能有什么办法？杨大人那晚说得清楚，自家的货物被劫了，因此欠下了巨款。杨大人此人，在下刚才也曾提到，所作所为令在下佩服。在下也是因此想潜回去跟他做个别。当时既然得知大人有难，那这个忙，在下一定要帮了。不知英雄如何帮杨大人？杨大人欠多少钱，在下便帮他还多少钱。杨大人家资被劫，数目不小，不知英雄从何找这些钱呢？没钱那就得借钱。说到借钱，当然得问雷震雷大人要了。你们先喝着，我去撒个尿。来喝，来。马上。你是何人？当初在雷家赌馆与各位打过照面，还为此被关了半个月。各位真是贵人多忘事啊！2日后的晚上，我便伺机闯进了雷大人的家里。
雷家的金库在哪里？我不知道。不说我杀了你！不要！我不是雷家的人，不要杀我！不要杀我！居然有贼人胆敢深夜来此造次！兄弟们，给我上！后来雷家的金子就被我找到了，我当时看到那满满一箱，估计足以替杨大人还清债务。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客气了。在下周宇文，有何贵干？在下乃雷家剑道教师，适才有幸目睹阁下身手，佩服。你是雷震的人，那你刚才为何不出手拦我？在下有妻儿要养，不得已委身于此。以多打少，在下不愿出手。那你为何现在又要拦我？我刀下不斩无名之鬼，纵然不以多打少，但既然委身于雷府之下，拿人俸禄就替人消灾。你我不妨切磋一番。阁下为何收刀？胜负已分，不必再打了。我既败于你手，你何不好人做到底？
你还有妻儿要养，何故求死？请阁下成全。我拿了那金子，怕夜长梦多，便赶紧来到了杨大人的家里。谁知刚进杨家后院，我便被一个怪人给偷袭了。当时与那人打斗，似乎惊动到了杨大人。杨大人闻声赶了出来。那怪人一见到杨大人，好像有些害怕，便不再恋战，自己翻过围墙逃了出去。我不知道他是谁，也不想深究，也许只是个道义有道的贼人吧。待杨大人出来时，我便将那些从雷家抢来的钱给了他，希望能够解他燃眉之急。这些钱财，有人取之于民，而如今用之于大人。大人拿去用吧。你这是？告辞了。杨大人对我的所作所为着实有些惊讶，我也来不及再做解释，也到了该离开此地的时候，于是我便转身离去，打算从此消失。刚才说的这些，您行侠仗义，老僧还是佩服的。可若换作老僧，这抢人钱财，又夺人性命之事，老僧是断断做不来的。大师乃是得道高人，像在下这样的草莽，自然不入大师法眼。所以在下才来恳请大师为我的朋友诵经度化。不错，老僧听了这么多，还是不明白，英雄劫财拯救杨大人，与为友人度化有何关联？这个嘛，奉行御史来此借宿，还请住持大师开门。英雄暂避。那怪人正要接着说，不想奉行御史大人来寺内投宿。大师，有请。我便去开门。我回头一看，佛堂里那个怪人身影已经不见了。这么说，他走了？正是。他只说了这点，没说完便走了。大人今夜一来，老僧方知，他昨夜所说并非妄言。我大概明白了，那独眼怪人是为了帮我，才去雷府抢了钱财，还杀了那么多的人。可是，在下有一事尚不明白：犬子为什么又会被朝廷当成重犯斩首示众？这与那怪人有何关联？老僧也暂未参透。杨大人，
你既有求于我，老僧定当竭尽全力，为令郎度化。至于事情真相，总有水落石出的那日。你要多保重身体，切勿劳心过度。天色已晚，杨大人若不嫌弃，不妨留在碧寺一宿。大师，不必了。在下今日失态，请见谅。容我回去再想想。既如此，老僧也不强留了。那就告辞，大师。阿弥陀佛。请。孤魂野鬼不入轮回。在下杨达，临龙县刑事总部杨传开之子。多谢大师为我超度。令尊刚走，已告知老僧，你今早已被枭首示众。原来如此，我父亲，他还好吗？令尊为此肝肠寸断。你既然来了，不妨对老僧讲讲你的冤屈，待老僧了解完毕，定会渡你一程。此事说来话长，在下并没有什么冤屈。既然大师相问，那我定当相告。数月前，我曾被父亲发狠逐出家门。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一切皆因我向来是逆子！从今以后，你给我滚出家门！但我仍不思悔改，许我把雷电家的赌场欠下我的债。杨大，
会议厅。我就这么多钱了，来，接着压，小，哎，哈哈，豹子，豹子呀，就是豹子，于是，我被雷家抓了去，强行关押，每天遭受毒打。我父亲为本地刑事总捕，秉公执法，曾与雷家有矛盾，雷家便伺机要给我父亲一些难堪。敬酒不吃罚酒，是不是？给我打！他们得知我父亲借了许多钱去买了一批货，便逼我说出货物所在。你们家的那批货到底在哪儿？赶紧告诉我们！后来，我受不了皮肉之苦，便招了供。他们就带人去，假扮成强盗，劫走了父亲那批货。我招供后，他们也没有放了我，而是将我继续关着。我自幼多病，那一刻我又知道自己身患绝症，恐怕时日无多。这下，真是要死在这里了。但直到有天晚上，发生了一件怪事。有个独眼怪人突然闯了进来。雷家的金库在哪里？我不是雷家的人，不要杀我，不要杀我！那人一身行脚僧打扮，问我打听雷府的金库，我不知道，他便走了。居然有贼人胆敢深夜来此造次！兄弟们，给我上！我探头一看，发现那人与雷家大打出手，那怪人非常厉害，好像还要抢走雷家的东西。追！快！见此情景，我决定趁机逃走。我挣脱了绳索，然后随手抓起了一件死人的衣服和刀，趁机逃出了雷府。逃出雷府后，我一路躲躲藏藏，生怕被人跟上。待我走到桥边，却发现那怪人被雷府的剑道师傅周宇文挡住了去路。未曾想，玲珑县第一高手周宇文根本不是那怪人的对手。那怪人杀了周宇文，便又离去。我突然发现，他一路朝着我家的方向走去，怕是他想对我的家人不利，于是，一路跟踪。结果，那怪人果然是去我家。他翻进了我家后院，我觉得不妙，便跟他交手了。其实说起来，我根本不是他对手。后来，可能是我二人惊动了我父亲，我父亲竟然出来了。那一刻，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这个不孝子，已经没脸再见他老人家了。
一时紧张，我就想逃。逃出去之后，我才想到，自己光顾着逃了，万一那怪人对我父亲不利怎么办？于是我赶紧折了回去。只见那怪人跟我父亲不知道在说什么。后来我发现他把从雷家抢来的钱，居然给了父亲。当时我便明白，他其实是来帮助我父亲的。这样一来，我父亲的钱等于被雷家抢去，又被抢了回来。这便是那怪人所说，这些钱财本就取之于民了。大师见过那怪人？不只见过，那怪人曾来求老僧度化一人，但他并未讲明度化何人，便走了。那后来呢？你是如何成为奉行御史刀下之鬼的？这便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了。他从我家走后，我还是一路跟踪着他。朋友，鬼鬼祟祟的躲在后面，不如出来相见啊！多有打扰。你跟着我干什么？看你这样子，刚才与我交手的人，就是你吧？多谢英雄手下留情。你到底是谁？我乃刑事总捕杨传开之子杨达，特来感谢英雄为我父亲解了燃眉之急。哼，原来你就是杨家的不孝子孙呐！你父亲差点被你害得家破人亡。是我不孝，实不相瞒，在下方才看清英雄的真面目，久仰大名。您独眼单刀，若我没有猜错的话，您就是曾在京城杀了神机营的人的独眼狼我来也吧？既然知道我的名字，你不怕我杀了你吗？英雄不要误会，不要误会，在下绝不会告密。我家受了您的大恩，我决心拜您门下，永远追随。我可以杀人，也可以放火，我可以干尽一切坏事。请您收下我吧，我杨达愿誓死相随，刀山火海我替您去。请您收下我吧，请您收下我吧。滚！我不需要你这样的人追随，你还是回去孝敬你老子吧。当时无论我怎么祈求，他根本不领情。这人走了之后，我
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也知道自己得了绝症，命不久矣。我突然想到了一条妙计。于是，你自毁一只眼睛，冒充那我来也，为其定罪。不错，那奉行御史也没多问，便草草把我当成京师重犯我来也，枭首示众。如此一来，也算是完成了我的心愿。我这条命留着也是死的，不如去报答他救了我和我父亲的恩德，我也好泉下有知。你这么一说，老僧明白了。老僧也明白，那怪人求我，是为何人超度了。在下全盘托出，也可安心上路了。你能做出此事，老僧佩服。老僧愿渡你一程，也应你父亲和那我来也之约。多谢大师超度。咖喱苏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达嘎多耶，多提耶达阿弥利多波比阿弥利多西南波比阿弥利多比嘎兰提阿弥利多比嘎兰多嘎米尼嘎嘎那智多咖喱苏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达嘎多耶，多提耶达阿弥利多波比阿弥利多西南波比阿弥利多比嘎兰提阿弥利多比嘎兰多嘎米尼嘎嘎那智多咖喱苏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达嘎多耶，多提耶达阿弥利多波比阿弥利多西南波比阿弥利多比嘎兰提阿弥利多比嘎兰多嘎米尼嘎嘎那智多咖喱苏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多达嘎多耶，多提耶达阿弥利多波比阿弥利多西南波比阿弥利多比嘎兰提阿弥利多比嘎兰多嘎米尼嘎嘎那智多咖喱苏婆诃。杀人也可以放火，我可以干尽一切坏事，请您收下我吧，请您收下我吧。